你怎么昏了？盛下人的饭来给你奶奶。在第75回里，可看到这样的情景：原先贾母吃的红稻米粥，每顿烧许多，贾母吃后可分给众人吃，自己负手看着取乐。可是如今红稻米粥只能保证对贾母的供应。鸳鸯解释说，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富余也不能的。王夫人也做补充道，这1、2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生恐一时短了，买的不顺口。可见后期荣国府财政上的危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王熙凤曾对平儿说，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时，指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触及了众人的利益。他也想看破些，在大家面前做好人，无奈一时也难宽放，因为他在二门内行使利益在分配时，受到了家族经济状况的制约。作为荣国府的治家者，王熙凤很清楚面临的困境，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入不敷出的大形势必然会波及荣国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第36回里，可看到王熙凤向王夫人汇报说，姨娘的丫鬟月前减半是账房的省俭之计。王熙凤回复的是，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但王熙凤的说法很可疑，荣国府的收入在减少却是实情，府内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还得维持，省俭之计非得实施不可。王熙凤明白省俭是必行之策，她曾说过，若不趁早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这一局面书中还有2人也已觉察到。第78回里，薛宝钗就以自家的没落为例，劝谏王夫人，如今该减些的就减些，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黛玉在第62回里也告诉宝玉，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可是究竟该如何省俭呢？王熙凤与平儿分析过实施省俭之计后可能产生的情况，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这段话实际上是将开支分为外与内2块。对外必须维持荣国府的体面，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之间各种人情往来的开支1分也不能少，绝不能让外人有任何看笑话的余地，因为这关系到荣国府在政界地位的沉浮，姿势体大，含糊不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第72回里，当夏太监又派人来打秋风时，尽管他已借了1200两银子尚未归还，尽管王熙凤手头一时已无流动资金，但他仍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2个金项圈送去当铺换成银子，以满足夏太监的要求。相比之下，对内日常开支的总额要大得多。王熙凤将这方面开支所对应的人分成了2拨，老太太、太太与家下人，未提及的主子与个姨娘，实际上已按老太太、太太的好恶分别归入这2拨。对这2拨人该如何实施省俭之计，王熙凤心中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王夫人曾宣称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到始的，但这种话只能听听而已。王熙凤并不会傻到认真去执行。对他们非实质性的省俭不是没有，在红稻米的供应出现问题时，王熙凤首先是减去底下人的供应，虽然这也算是省俭，但贾母本人的特供却未受任何影响，因而贾母对由于庄田供应量减少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王熙凤能够管理荣国府的家务，是由于贾母与王夫人的信任与委托，为此她拥有了权力、威势与许多好处，因而在如何实行省俭之计，也绝不可省俭到贾母与王夫人头上，这是一条铁定的法则，必要时还需投其所好做增加。如第51回里，王熙凤向贾母谏言，在大观园中增设一厨房，以便宝玉、黛玉等人用膳。贾母闻言大为赞赏，还询问诸人还有他这样想得到的没有。薛姨妈、李婶、尤氏等人赶紧附和，真个少有。
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既讨得贾母的欢心，又获得她对自己的公开支持，王熙凤的目的完全达到了。荣国府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省俭之计非实行不可，同时对外交往需维持体面，贾母与王夫人等人利益不可触动，于是省俭之计便全都压到家下人身上。这一群体中，底层的奴仆、丫鬟与老妈子们毫无抗争之力，只能忍受。主子一怒之下就可将他们赶出去，从而失去关中供给的生活来源。正如第59回李春燕母亲说的那样，将来不免又没了过活。可是那些有一定的反抗资本且又互有联络的管家娘子与姨娘们却非善罢甘休之辈。鸳鸯在第71回里将他们称为奴字号的奶奶们。这些人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挑三窝四的，他们是王熙凤实行省俭之计的最大障碍。第36回里可看到，赵姨娘房中丫鬟的月钱短了一吊钱，她就设法将此事传到王夫人耳中。面对王夫人的查问，王熙凤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一转身，她对着那些执事的媳妇就立即开骂，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做娘的春梦。你一国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籍，也配使两三个丫头采取公开辱骂的形式，就是要将自己明确而坚决的态度传播遍知，让这一群体知道，他们的抗争将遭到果断的制裁。若非这样行事，非省俭不可时，就将无处可省俭。荣国府偌大的家务，王熙凤必将无力管理，她会被视为治家无能，也会因此而失去贾母与王夫人的信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把纷繁的事物与各色人等分类对待，以行省俭之计，荣国府奢华生活的现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还能维持，这也是王熙凤治家才干的一种表现，而其后果也是人所共知。在第65回里，星儿批评他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如今何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星儿的观察与批评都是站在家下人的立场，可做对比的是贾母身边鸳鸯的评论。王熙凤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份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鸳鸯比较了解全局状况，且立场相对超脱，她得出的判断与星儿完全一致。王熙凤对自己的处境也十分清楚，她自喻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得万人咒骂。面对各处大小人儿都做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的局面，王熙凤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后来王熙凤因病疗养，探春代理家事时更进一步施行省俭之计。王熙凤在第55回里就关照平儿全力支持，这固然有为家族利益考虑的因素，同时也含有她的私心盘算。趁着紧溜之中，她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因此王熙凤一旦生病，难以维持日常管理，荣国府的各种矛盾冲突便立刻显现，同时又逐渐演化为更大的家庭危机。